好的，来看啊，今天小狼是墩儿给大伙儿解说一个大伙儿都特别喜欢看的吧，金鱼精的一命通关。西游释厄传啊，咱们这个群魔乱舞版本呢，最大的特色不应该就是金鱼精吗？啊，不应该就是蜘蛛精吗？不应该就是老虎精吗？不应该就是妖精吗？对不对？你说你群魔乱舞，你还选那些正常的人物，那有什么意思呢？对不对？咱们就来选这种不正常的人物啊。好，那么操作选手呢是这个叫杨云科的小伙伴。说白了啊，为什么不用这些人呢？还是这些人不好使，说白了就是不好使，不厉害啊。但是呢，如果要是就这么摸着玩，据说那个老虎啊很厉害，然后老虎特别猛。然后再就是什么呢？再就是如果要是带元神出鞘，你会发现选那个红孩儿的那个非常多，因为红孩儿的元神出鞘啊是以自身为圆心，可以一个炸啊，那个炸呢速度特别快，反而呢是让人感觉到是非常猛。不过其实呢也没有人愿意用，因为他的这个物理攻击比较面啊。他虽然说拿的是枪，但是呢他跟龙马比不了，然后跟猴子那个棍子也比不了。这里面选这个金鱼精就是一顿摸，啥也不用说，就是一顿摸，啥也不用唠，就是一顿，是吧？相当的凶狠。我看长气儿啊，给自己长成一个万，摸4下能摸死一个小怪啊，再长。然后看看咱们金鱼精的原神出鞘是什么啊？这里面呢有机会大家伙补好的，咱们看这个原神出鞘居然是一个旋风，是一个旋风原神出鞘啊。好的，还可以打多点连击。好，直接摸。哎呦，这个原神出鞘，这个原神出鞘虽然说伤害感觉不高，但是可以打连击。你看有连斩啊，一个旋风连斩，有点东西的啊。喊爹啊，喊爹也是醉了。然后红孩儿的之前我是做过，下一步呢可以给大家伙解说那个唐僧版的那个唐僧啊，就是大家伙能理解我的意思啊，就是传说中唐僧版，然后的唐僧选唐僧通关怎么说？这个太狠了啊！还是蒙面蜘蛛女侠比较好一些，是不是？大家伙比较喜欢蒙面蜘蛛女侠啊。好，这个招式呢还可以追地大元神。群魔乱舞的这个特色就是多一个大元神出鞘，也是非常凶。好，直接被蝙蝠叼走。这个金鱼精我感觉长得非常可爱啊，你们不觉得超级可爱吗？啊，好的，由于咱们体型非常庞大，这个小兵呢摸咱们啊，咱们有的时候挡不了啊，因为这个受创，而且还有受创僵直，所以说这种人物挺难的。你不像咱们选普通人物吧，他就是正常的那个身形，不容易被打。你选这个人物啊，容易被干，知不知道？对不对？神冰封，为啥小狼解说直播很少有翻车的？因为根本就不是那个现场打的呀。虽然说我狼是直播，但是这个是人家已经打好的呀。咱们这个就是这么个路子啊。当当当当当，好了，刚才燕山哥啊，一首音乐家，让我狼脑瓜子有点嗡嗡的啊。好，你看。这个小兵一顿连击，咱们还不倒，真的有难度啊！你不要以为说好像选了妖精之后，这个版本好像是变态私服一样啊，打怪没那么难，其实啊挺难的，而且咱们被揍了之后也挺疼，对不对？白章刷分确实翻车了，那他妈是真的没招了啊！好，等气儿满，他3个豆都满了，还搁那整3个豆呢，一个大元神要秒吗？我说这一个好的，再练大元神，他选择玩赖了啊，选择玩赖了，看不见。好，再就是无限大红豆，3下还没死，难道用4下？没有，还是归了啊。这个元神血量它不多，一个定珠。就是想用大元神，大元神的话打分也快啊，兄弟们啊。好。前正摇 A B C 我就能练出来啊！这个金角大王长得像金轮法王，还扎耳环，怕他养不大啊！玄冰否，加湿器，人参，升龙斩，这是奔波，这是灵感大王。
灵感大王是观音菩萨的这个宠物啊，他来协助唐僧取经也是可以的呀，对不对？而且这个灵感大王好像他并没有招惹唐僧啊，灵感大王他没有招惹唐僧，是不是啊？对不对？一直以为是翼龙斩。我能练出他这个体格吗？首先你得胖，你才能练出这个体格啊！你不胖肯定是不行的啊！不能海胆王不能选啊，好像有的版本可以选，有的版本你可以变身成为海胆王，就是那个变态版啊，什么噩梦版。得看看，这个金鱼精也会飞哈。这鱼多可爱啊！你看啊，身材也确实好。好的，你放寒冰掌的时候，能不能把那个沙悟净那个语音给去掉啊？非常有违和感啊！寒冰掌还。金鱼精为啥是香肠嘴？因为鱼唇嘛啊，这鱼的这个嘴唇子好吃啊，有人喜欢吃啊。枯松剑火云洞，这个能练 ABC 吗？什么 ABC？是啊，有超级大的啊！寒冰掌，它这个明显是嘴里面吐出来的。好了，看看进屋吧。千佛洞里法无穷，法贯乾坤大道通，万法元音归一体，三圣什么玩意儿本来同。这给你念诗啊。小的时候很多人不会打这个杆子，就是很多人喜欢从中间走。不过呢，其实都一样啊，都想把所有东西吃了。那个中间那个好像是玄冰斧，右边这是个桃子，好像是啊。怎么减肥的？饿的，真事儿啊。玄冰斧中间是个桃子。好，木克火。上面就是特别讨厌，顶上为什么有一个上吊的骷髅？要把这个骷髅打掉呢，还给你一个隐身衣，对吧？下跳左右，好，进屋吧。这个笑是谁笑的呢？好，这小兵上不去，感觉跳起来这个正摇手是一个跪姿往下打啊，这个设定也是真心醉了。好，2下能打死。这关呢，咱们是水克火啊，兄弟们，水克火，那就是咱们克它。所以说呢，会非常的快。如果要再猥琐点，放点玄冰斧的话，那更恶心了啊！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啊，这个原神出鞘真的是有一定的这个延迟性啊。这个选的版本是究极难的这个版本啊。好，可以来连击，看你克我哈。金生水啊，金生水，对吧？水生木，木生土，土生火，火生金，火克金，火克金啊！整岔劈了啊，整岔劈了。为什么不抡大锤？它有一个发波，那个波是大锤往前滚，一个超杀，再见。不用遁入幻境。我在想这个妖精有没有乾坤十连斩？正常应该是有一个乾坤十连斩啊。元神出鞘，前后下前 A。
啊，车石国，哎，都是要这哎，群魔乱舞的版本是正常这么走的啊，它可以选择，它这个不一样，它这个跟那个《西游轱辘传》1代啊，就是原版挺像了啊。好，金木水火土，心肝脾胃肾。好，这个原生出鞘其实并不厉害啊，我觉得其实并不厉害。这是龙马的声音，寒冰掌是老沙的声音，各种声音啊。好，来得好，来得好，感觉一帮妖精给这来得好，来得好的来的啊。小龙女是金属性，那这里面无影刀啊。你像那个什么，你看，你像那个，那个叫什么来着？武装观里面有个叫什么？有个叫人参果啊。人参果呢，为什么一定要用那个金鸡子敲，然后才行，对吧？这个就也有说法啊，什么遇火怎么地，遇木怎么，然后遇水什么样啊？遇土则什么什么，然后拿那个金鸡子。好，但打血少啊！你看啊，这个原神出鞘打血少，这一点是有点难受啊。金刚咒又是谁喊的？这个冷冻。灵感大王当然是水属性了啊，直接秒了。这个超杀的血量是非常多的。放2个金刚咒，我觉得有点赖啊。是讷剑。好，把灯打开。谁把灯关了？对吧？有灯这个事儿啊，很难受啊。应该。这个冷冻，金鸡子是鸡打的鸡，不是你们那个小鸡的鸡，对不对？好。哎呦，我这头是真硬啊！他这个前腿有点像那个谁，有点像龙马的前腿左右左右。好，这个传说中的啊烤羊腿、烤羊排来了，馋了啊，兄弟们！明天吃点啥？明天吃麻辣香锅，我亲自下厨，自己做麻辣香锅吃，好吧？一吹，马郎是不是喜欢男人？不是，这个燕山有点东西啊。你这句话说的好像我要说不是，你肯定说我狡辩；我要说是啊，那肯定就不行，两头堵，对吧？那个伤害也不变态。其实群魔乱舞里所有人的，对吧？这个只要你有大元神的啊，都变态的啊。好，我操，这个顶上这个上面啊，越往上走一层，一层受一层啊。最上面这一层是狐狸大仙，虎，大家伙知道虎是什么吗？有很多人最开始现在不知道啊，现在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了。以前有一个叫一本道，有一个叫新配信，还有一个叫虎，还有一个叫1000人斩啊。这个虎，如果有人看过的话，一定是很屌的样子。好的，一个密室，跳下去之后呢，有个坛子怪，有左慈，然后如果打好了之后呢，能打出吕布出来啊。虎都不知道吗？加勒比，对。
你们虎现在肯定没有人知道了，但是想当年没看过虎的小伙伴啊，应该也是没有童年啊。你他妈啊！好的，屏幕当中刚才出了一个 FFF 的广告推荐啊，精神病。好，你看乾坤时间斩，可以用乾坤时间斩瞬间取消，然后马上再把气儿长满。空天使。给这儿练大元神啊，这么赖的吗？好，直接啊，反正练不了。对，最后一波兵了啊，练不练都出屋了啊。好，直接放一手这个红豆，大红豆。我们看看一会儿狐狸大仙，没有必要打了，先把 BOSS 勾引出来吧，有这个必要吗，兄弟？他都肯。你看他把那个手里的大锤当那个保龄球玩啊，用手里的大锤当保龄球玩，我也是真的是有点东西。好，先手一个大元神，你看你能费多少血啊？费血相当多了。一个定，放红豆元神，这个小元神血量实在是太少了。虽然说可以无限连，但是有这个必要吗？啊，打血太少了啊！练大元神吧，兄弟，一会儿没了啊。好，练大元神，不练。这个究极难的难度这么好的啊，它落下来的时间实在是太久了，所以说它可以选择无限连的啊，有点类似于像下上那种无限的那种感觉。啊，练一个大元神，起身直接秒掉。老虎死的非常惨啊！老虎说：“我当年在终南山练了一身武艺。”啊，练了一身武艺，修仙的地方啊！那老虎都哭，那羊都哭了，羊。好，通天河啊！啊！我感觉他这个神之左手挺厉害啊，拿手一拍。我知道我给 Flash 服务关闭了，但是呢，它老自动升级，它一自动升级啊，然后呢，这个就它一自动升级呢，它又重新把这个打开了，精神病啊！对呀，我杀我自己，这关就是我打我自己。这个大王八应该就是那个。问那个唐僧说：“你见到如来，帮我问一下，我能活多久？不活多久，我能多长时间能成仙？”我感觉那个他拜错了对象啊！你应该问玉皇大帝，你什么时候能成仙吧？什么时候能修炼成人啊？好，9。哎，你说。三国战记也是啊，然后呢，西游轍传也是，这个酒啊可以用来加血。那为什么很多医生说受伤了也好，得病了也好，都不要喝酒呢？为什么呢？对吧？很难受啊。真假鲤鱼精有点东西。啊，海胆王啊。可以卡住，你看啊，你不往前走，它不会它不会那个动的。连续用红豆练，3个死不了，好像3个应该死不了吧？啊，要死啊，没死不了。我操，这么多血吗？是讷剑。好，加湿器，然后吃一个灭吧，要吃灭吗？吃宝塔。真假悟空到底是谁活下来的？到现在还有人把原著里面说成是六耳猕猴的吗？真的啊！妈的，就是无论我怎么看原著，怎么看这帮人的解析，我都告诉你啊，真正我要是原著，我也是想表达的就是这他妈这事儿就是假的，
什么六耳猕猴啊？没有这个事儿啊，根本就没有这个事儿啊，就是孙悟空一个人搞的事情，好吧啊。刚才我去查了一些虎虎府，想喝新加坡的虎牌啤酒。好，个。好，我杀我自己，看不见？果然是我杀我自己。我操，他直接放豆啊！他有一个1000分，这个是有点赖，但打血还是有点少啊。用这个招感觉玩的不痛快，所以说这个人物没大伙想象中那么牛逼。直接秒了吗？没死，还有最后一点血。玄冰斧，感觉拿金鱼精放玄冰斧啊，手里还真的有种那种拿玄冰斧的感觉。好，3个玄冰斧，雷电戟吃不着了啊，没有了啊，宝全满了。哎，他居然金刚咒能吃，那宝还没满，可以吃雷电戟的。好了，看看这个漏洞就没有这个六耳猕猴这个人儿啊，就记住这个事儿就好了。好，看看一个蜜捡起来。我操！你说你一个小鱼儿、小虾的，看见这么牛逼的金鱼精，你还敢干呢？跟他干不跟电干嘛，对不对？雷电戟和金刚咒啊，金光咒是啥？雷电戟和金刚咒当然是雷电戟厉害了。我不，你分情况啊！我操，鱼也会发混元功，兄弟啊！能不能教我混元功法啊？这个鱼也会发混元功的，兄弟们，这也太赖了。红豆没有，选择照射镜。哎呦我去，他放这个镜子这个姿势，这个姿势有点东西啊。合体了吗？没合体。好，合体了。这个合体特别狠啊。其中一个把另外一个吞了，你看啊，其中一个把另外一个吞了，然后合体了，这个真的是有点牛逼的。那你就想当年我在想啊，有一个电影，有一个动画片的名字叫《火影忍者》。这个《火影忍者》呢，这里面这个借鉴了很多《西游记》里面的这个设定，是不是？然后呢，那个岸本齐史写这个最后剧情的时候，那里面有一个人叫大筒木桃氏，对吧？他就把那个金氏给吃了，然后呢就变得非常牛逼了，是吧？我不知道大伙能不能理解我说的啊？都是抄袭，是不是？都是致敬啊！混元功法啊，练超杀可以用元神来躲啊，一个定住。啊，又练超杀，这感觉这个大水怪没啥事练超杀。他这个超杀其实就是咱们的超杀啊，咱们练超杀也是跟他一样一个姿势啊，就是也是超杀。好，他准备练小无限连了啊，我不想打他那么多点了，能打几点是几点吧啊。他怕他落地的时候吧没掌握好节奏，好的练超杀直接秒掉。大水怪，西游记里改一个马大师，谁改呀？马大师现在已经凉了啊！真的，我跟你讲，所以说你会发现，无论一个人能力有多强，搞笑的啊，当然咱说是搞笑的能力有多强，他有多么火，一旦啊触及到核心的这个问题，给你一手，白扯，谁也白扯，谁都不行啊！封杀你之后就再见，拜拜，了洋洋啊，对不对？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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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当当当当当，嘣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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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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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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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又是混元功法，能不能教我混元功法啊？对我感觉就是借鉴啊，就是这玩意儿就是这个意思。音乐这个事儿吧，最狠的是有好多音乐我都不知道，就是包括那个快乐崇拜，那个快乐崇拜好像也是韩国原唱啊，我都不知道，我说他妈的太狠了啊！好多歌都是那啥，但是呢，毕竟呢是买了版权，是吧？翻唱啊，买了版权，这个也没什么丢人的啊。有的人甚至就是翻唱还没有那个，对吧？翻唱比原唱还好听的版本也有啊，对不对？对吧？我操，这一个蜘蛛身上有个照妖镜啊，这个有点东西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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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现在我就想知道那个严方谁能搞他一下子？那个严方是不是有关系啊？严方就是因为他不太火，是不是？他火了就不行了，是不是？好，蒙面女侠，还有露肚脐眼儿啊，还露肚脐眼儿。好，还摆个 pose。啊，练超杀。那女侠长得是帅啊，咱们有没有能选女侠的啊？到时候啊，我还记得那个大师王林，那个大师王林不也是医治无效，最后死了啊，去世了，对不对？还没死。死得太惨了啊！好，还能再爆个豆，我操，这个豆真多啊！直接被抓走。我们看看啊，一会儿洗澡堂子啊。是啊，是可以选蜘蛛精的啊，有机会让人选蜘蛛精通关，是不是啊？好。这个有一个有一个包，这个包一吃完气儿就满啊，这个设定非常好。混元功法，能不能教我混元功法？他这个大哈都肯，这个 solo ken 啊，这个 solo ken 是用头发的，看没见？火蜘蛛。这帮洗澡的妹子真的很白啊！正所谓一白遮百丑，一胖毁所有啊，对吧？红豆放一个红豆吧，对吧？有那个必要吗？对不对？哈都肯，感觉还是混元功打血打得多啊！8、9、10，好的。照射镜，没照着，寒冰掌，屏幕都闪啊，直接给他打下去了啊！好，感觉这些小蚂蚱子啊，长翅膀，真的像那个。魔方大厦里那个蜻蜓啊，混元功，我拍蜈蚣精，你可以选择不走这个路线，那个叫白眼魔路线啊，可以不走，一个定桌，还是用混元功打，就不能用那个元神出鞘狗一手，对不对？拿俩锤子用手抓。你看这样的话就只有一个锤子啊，一长气儿的时候是2个锤子，可以凭空变一个锤子出来啊，非常狠。这个鱼，我操，这溜达的，你看啊，2个锤子了，看见
2个锤子了。刚才艾灸正常是只有1个锤子的啊。狮驼岭，上来就是那个什么啊？上来就是一个骂啊，对吧？虐畜，玩个锤子是不是啊？捡起来。好，其实他这个旋风的这个原神出鞘，是我目前见过最弱的原神出鞘了啊，确实是弱啊。我操，大哥，你不怕掉下去吗，兄弟？你这手玩的是狠啊，也真的不怕掉下去。好。最出名的是小钻风，大王叫我来去山哪呀？一儿哟啊一呀一儿哟，小心提防那孙悟空啊！好的，看看刻在 DNA 里的记忆是不是？就是小钻风。对不起，我是总钻风啊。我操，终于练了一个必杀，兄弟们啊！我操，这金石大鹏鸟也死的忒惨了点啊，相当的惨。是那剑，有个版本可以选大鹏王，没见识过啊。这个版本如果要打摊分，据说就是用大元神来摊分啊，非常的屌啊！我的这个蛇精啊，狮驼国、狮驼岭，好，白象风靡面。发现这些妖精都是这些什么，都是什么啊？这个人的坐骑，那个人的宠物，这个人的什么什么的，那个人的什么什么的，对吧？感觉《西游记》全都是他妈的内部作业啊！一些山野怪早就被一棒子干死啊！什么这那个的啊！妖怪到哪里去了？你自己不就是个妖怪吗？妖怪去哪里去了啊？就是你一会儿说白象王说发生什么事了啊？好，这白象的长度啊有30厘米长，矿泉水瓶那么粗。啊，这样的话一会儿钻地了啊。这个打完之后立马钻地，瞬移之术，然后咱们也钻地啊，钻地之术啊。原著里面是没有81难的啊，据说这个后来那个百回本《西游记》给他加了一难，这一难呢就是那个荆棘岭，荆棘岭呢就是那个大伙都知道那个杏仙啊，就是虽然说是叫杏仁的杏，但是我们暗指啊是杏两性的那个杏啊，杏仙，然后呢再加上什么竹节精什么松什么玩意儿的啊。那个地方是后来不是原作者加的，那个你要也算一难的话，也可以算一难。杏仙是吗？余孽。好，一个火锤。一顿跪啊！他这个跳跪不是跳手的意思啊。他这个跳跪起来，这个是跳下前 A， 也就是说呢，是一个跳正摇手啊，简称。他是必须要他必须要加一个气儿啊，才能练的这个招式。西游记里面有狼精吗？那你奎木狼怎么说？奎木狼虽然说是神仙，但是他毕竟是个狼，对吧？
没死啊，死了。这个是白银狮子啊，带到身上之后，对吧？就是免疫那个多点伤害，只能一下受啊，不能是一下费好多血。而且呢，这个白银狮子呢，还那个什么啊，还那个摘掉之后还加一滴血。不过好像据说如果拿了青钢剑啊，那就破掉你白银狮子的防具了，对吧？啊，这个游戏选哪个角色最好打？孙悟空吧。这个版本我感觉就是孙悟空最好了啊。这个版本应该是孙悟空最好。如果要是什么都带的啊，孙悟空最厉害。如果是什么都不带的话，那应该是那个老虎精啊！你是虎精啊！把唐僧变成一只老虎。好，看看，很多人都喜欢用那个定，然后把这个树给干死，你们有印象吗？一个定，然后把树直接震死啊！好，你看名字啊，叫有来有去。有的人叫有来有去，有的人叫奔波霸八波奔，有的人叫精细鬼灵力虫啊，名字起的非常可爱啊。这个小树挺狠啊，这个小树的攻击欲望还是蛮强的，看不看见？照夜玉狮子。你说的是水浒传里的吧？啊，水浒传里面那个照夜玉狮子，不就因为这一匹马刘唐被人给打了啊？刘唐让人打了吧，也不伤筋不动骨的，就是打了一顿。结果呢，这个晁盖就不乐意了啊！晁盖说：“别给我衣服扯坏了啊，对吧？”然后呢，就嘚儿喝的去打曾头市，带上林冲还行，但是呢，林冲说：“别冲啊！”他就非得冲啊，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啊。朝天王本身应该是排名第一的啊，最后让他整的，所以说你看为什么朝天王那个演员要让演那个马谡那个人演呢？演马谡那个人不就是吗？啊，对吧？你就是言过其实啊。好，哎呦我这个地方把这个椅子给挡住了。好，你看果然是那个沙悟净啊，以沙悟净为原型，看不看见？这个玩家叫杨云科啊，屏幕左下方可以看得到的啊。这是评为偷什么呢？这个地方有难度啊，居然有2棵树啊！只有2棵树，这个地方是有点恶心了。有2个那个银河护卫队里面那个晁盖那个演员就是演马谡那个呀，演方腊那个人是演王平的，就是《水浒传》里面能看到有好多这个三国里的演员，比如说演拼命三郎石秀的人就是演公孙瓒，还有中期那个赵云的那个演员啊石秀。然后呢，比如说对吧，演那个苏东坡的人就是演诸葛亮的唐国强，这个大伙儿也都知道了吧啊？演高俅的人那自然就是司马懿了啊，是不是？这个你们能说出来的人非常非常的多啊。演那个浪子燕青的人在三国里面演谁呢？演这个魏明帝曹睿啊，就是曹操的孙子。这都说的非常准啊。好，看看还有就是什么？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就是比如说，咱们演那个叫什么来着？演那个叫方腊，刚才说过了是吧？啊，好，直接一炸，我操！还剩最后一点血，再来玄冥府吗？没有，长气儿了啊，卡怪了。青狮王张辽啊，对，张辽
张辽在三国里是演张辽，在水浒传里面演啥呀？那没有啊，那是西游记里演那个什么，演唐僧的啊。水浒里应该是没有啊。司马懿是不是很宽宏大量？什么叫宽宏大量啊？对吧？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没有什么宽不宽宏、大不大量的。本身正史里面正统也就是他才是，对吧？以这个北方势力为正数嘛，对吧？而且你正常你看那个司马炎不有一个说法叫那个成语叫什么来着？我还真忘了，大家伙帮我想一想啊，就是说，他想要去临幸自己的妃子的时候呢，啊，他就给前面拴个羊啊，给前面整个羊。这个羊的领道走到哪个地方停下来，他就留在哪个宫里面，对吧？啪啪啪。然后后来呢，很多人为了让这个羊留宿到他门口，就愿意在在门口放咸盐，然后羊就去舔那个咸盐，就赖在那不走了。这个成语叫什么来着？我忘记了啊。啊，对对对，张辽在那个《水浒传》里面是卢俊义，然后呢，《西游记》里面是玉皇大帝，啊。但是在《水浒传》里面的话，就是卢俊义，对对对，玉皇大帝卢俊义，是吧？然后张辽，那个也不能叫老年张辽吧，那是中年张辽啊，这老年就不表了不写了，就是啊，就是张辽、乐进跟李典那三个人的时候啊。金鱼精的水那就自然是鲨鱼精改的喽。亡羊补牢肯定不是啊，摇摆羊是有点东西的啊。你们说当皇帝最爽的一件事是什么？其实说到底啊，当皇帝爽就爽在，就是对权力的掌控。权力啊，就是这个欲望太重了。所以说，越是老年的人，越想争夺权力啊。年轻人还好一点。我操，他这个技能吐泡泡的啊！啊，看看一顿摸。陷空山无底洞。哎，这个我感觉救命啊！徒儿救命啊！大哥，谁是你徒弟？好，非常深啊！还有一个过场动画，看没看见？还有过场动画啊，形容这个洞非常深。驾驭所有人的快乐，爸爸的快乐你想象不到啊！年轻人野心就不大了。不是这么说啊，也分人，但是呢，理论上来讲越老，咱们不能说，其实皇帝也一样啊，皇帝就是说白了就为了掌控权力，包括有很多人想要当一家之主，他也要享受这种欲望的啊，一家之主，或者说是，对吧？一个单位，我想当这个单位的一把手，一个意思呀啊。很多人的皇帝那是真正的一把手中的一把手中的一把手了，那肯定那更厉害。不过也不能这么说啊，它上面还有一些什么封建礼法，反正呢，对吧？这玩意儿就是这个意思啊。啊，好了，柠檬说了啊，扬车忘性啊，对对对，应该是这么个说法，叫扬车忘性啊。佳丽3000不比权力爽，说白了啊，这个我感觉真当皇帝女人。他好像，尤其是像那种什么清朝的皇帝啊，那就是他们临幸这个妃子的时候吧，感觉一点都不自由啊，玩不出花活出来啊，对吧？这玩意儿是不是？你说你临幸那个妃子的时候，你跟他说叫爸爸，对吧？他也不敢叫啊，对不对？他肯定不敢叫啊，是吧？你说你就玩点狠的，对吧？你就问他大不大，爽不爽，是不是？对吧 ？Q 不 Q 弹，他怎么说？你就没办法。这个很严肃的一件事情啊！这个后宫他翻牌子，然后临幸之后，太监把那个扛到那个养心殿，然后感觉是一件非常神圣、非常对吧那种事情。你说对吧？你这个就有点难受啊，对不对？这个地方要练什么？
打老鼠得够数才行啊，你得不够数的话不够用。这种情况下最牛逼的还是放火云刀。对呀，皇帝都是去寻花问柳啊，就是咱们不都有时候叫秦淮河畔啊，这个自古以来都是出这个非常牛逼的这种女人啊，这种有很多皇帝为什么愿意下这个去秦淮河畔啊？就是我不知道大伙儿懂不懂。后来我看了个电影啊，邱淑贞演的那个叫什么？叫《慈禧太后的秘密生活》。里面演员又是那个谁啊？又是那个梁家辉，又是那个演咸丰的那个人叫什么来着？演咸丰那个人就后来演《新三国》里关羽那个啊，于荣光啊，对吧？这里面不就是吗？这个慈禧啊，就跑到秦淮河畔突击训练了好几个月啊，好几天，号称自己那个对吧？号称自己有点事儿啊，当时还是兰贵人是吧？啊，还是兰贵人啊，必须要学会这种事儿，知道吧？啊，正所谓英雄难过美人关，最低也要130，对吧？一顿拍。好了，我们看看这里面上面那个老鼠，据说可以刷啊，可以一顿打。好了，前错。其实清朝里面，这个就没有说什么后宫佳丽3000这个说法啊，你也养不起那些人，但是该有宫女也有宫女呢。说白了，皇帝想要临幸也是可以的啊。最强宫女临幸完直接呢就给答应啊，这就是非常很华贵的这个雍容华贵的东西，直接给一手答应，甚至还有给常在的啊，但是好像没有明确的记载，都是影视作品里说的。那你像啊，他一般来讲呢，先是官女子，然后呢再是答应，然后呢是常在，然后呢是贵人，贵人再往上呢就有对吧？贵人再往上呢就有这个什么呢？就有这个宫啊，自己的正宫了啊，就是嫔。嫔上面呢就是妃，妃上面呢是贵妃，贵妃再上面是皇贵妃，皇贵妃再上面是皇后，皇后再往上就没有了。不过你也可以说皇太后啊，对吧？太皇太后啊，太皇太后，还有兵马俑啥的啊，再往上叫都叫出兵马俑出来了啊。好，一顿摸。哎，贵族谈不上，就是奇人。我这个叫奇人，跟贵族没有关系。这个在齐的人当中也有穷人，也有富人，对吧？汉人也有穷人，也有富人，对吧？再穷的这个人，对吧？你甭管他是奇人还是啥，他都穷啊，对吧？你再富有的，他也不分什么贫富贵贱了。皇帝一个不小心还能给你抬旗呢，是不是啊？好，救命啊！救命啊！悟空，这里面有一只老鼠想要强奸我，这还有一只金鱼精不知道干什么的啊！悟空，快来啊！救命啊！急眼了啊！我是整白旗的啊，我是整白旗的，但是呢，整白旗呢，你像我们家老祖宗啊，虽然说是旗人，但是呢，地位就相当于旗人当中的平民。但是呢，老祖宗呢姓那啊，姓那，我到我这改姓吴了啊，姓那啊，这个姓那的这个老祖宗呢，当时呢算是比较富有的人啊，所以确实是有点富有的。他是一个连养猪带杀猪的这么一个商户啊，一个商户，很厉害啊，很厉害，应该说是应该算是挺有钱的啊，就怎么个有钱法呢？大概就相当于现在咱们说某肉联公司的一个小老板，和现在的财产大概有个在这个5线城市啊，在这个5线城市啊，大概有个200-300万啊，就算是小康生活啊，可以有点东西啊。就像我们这个牡丹江，比牡丹江还小一点，它是那个整白14屯啊，这个齐民，现在就早就没了啊。啥叫满清余孽呀？那我们满族人怎么的？满族人就不是56个民族的了啊？
我们虽然说谈不上是少数民族，但是就是满族人呐，对不对？那还不行啊，不让啊，是吧？现在满族人好像也不加分了啊，高考好像据说以前加分，现在不加了啊。上三旗是哪三旗？最开始是，对吧？整黄旗、镶黄旗，还有那个整红旗，好像是。后来呢，把这个整红旗给撸下来了，变成整白旗了。上三旗是整黄、镶黄，还有整白。剩下的5个旗啊，就是下5旗。我记得加分最多的是那个叫什么族的，叫鄂伦村族，是不是啊？有一首歌唱那个鄂伦村族啊，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森林里住着勇敢的鄂伦村，是吧？好，看看，你女儿加了10分是吗？那是狠啊！紫色薰衣草，这个名字听起来像妹子啊！哎，这个名字听起来是不是像妹子的？好，我们看看牛魔王，大力牛魔王啊！我们家属于是后来是分家，分家呢就像那火影忍者似的啊。这个当时呢是雍正皇帝不让我们家姓这个，不让我们家跟大姓了，因为大姓太多了吧，这个不好分，就必须点儿。比如什么叫主家分家呢？就比如说你这个儿子吧，没有继承这个父亲的衣钵，对吧？你可能是分家，你呢就是出去了，出去之后你自己成立了一个小家庭，这样的话呢，你这个小家庭你呢，对吧？时间一长就不让你姓这个姓了。啊，就不让你姓这个姓了，你得姓这个姓吴了，我们就改姓吴。是啊，就必须得改那个是改姓啊，不让我姓呢。好，看看。有始皇旗。不是，我跟你讲啊，要论地位来讲，那肯定是镶黄旗最高啊，然后呢才是这个什么整黄旗啊什么的。但是呢，你不要忘了一点啊，兄弟们，你不要忘了一点。虽然说镶黄旗才是这个8旗之首最牛逼的一个旗族，但是呢，第一，镶黄旗也是归这个皇帝直接管辖啊。但是呢，皇帝呢他不是镶黄旗的，他是整黄旗啊。你这个怎么说呀？你这个没办法，你这个事儿吧，镶黄旗确实是最牛逼的，咱无论怎么说啊，就是确实是，但是你皇帝是整黄旗的，你在名誉上那必须整黄旗最屌啊，那你没啥说的啊，对不对？伊和那拉老那家老哟，这不小狼吗？几天没见，在这儿拉了啊。好，看看镶黄旗、整黄旗，看我72变，能变成很多的 BOSS， 你能变成金鱼精吗？小东西啊！现在也没什么爱新觉罗了啊，那都是，就是那可能就是想把原姓改回来。那个爱新觉罗有改姓爱的，有改姓金的，这2个比较多，就直接改姓了啊。因为那时候满洲复辟，大家伙都知道吧？那个说白了是那个溥仪也坐过牢，很多人都就是问说，哎，那他溥仪为什么要坐牢呢？在这个伦理道德上呢，溥仪是应该有点冤，但是事实上他是犯了这个军事罪嘛啊，所以说他是在这个抚顺坐牢，后来呢国家也没有亏待他啊，但是这个他确实是啊，那战争罪嘛啊。而且呢，你说你要为了大清的这个对吧？这个复兴，但是呢，你投靠日本人做一个傀儡，这个事儿就很难受啊。现在呢，爱新觉罗姓爱的比较多，姓金的比较多，还有姓别的姓了啊，姓别的姓很多的。要非点说，要是姓爱新觉罗，我觉得挺矫情的啊，就是除非就是说我就是啊，怎么地，那没招了啊，那也是有点东西。好，一脚踢死，我们看看。基本上都改姓了，
还有姓童的是吗？有姓童，有姓这个关，还有姓那，就是那英那个那啊。这些都是满族姓啊。还有姓乌，就是乌鸦那个乌。就是大多数是满族人，也不代表说全是啊，兄弟们啊，这个没啥说啊。你像我认识挺多人姓操，就是曹操的那个提手旁加3个口一个木那个操，姓操，还有姓死的啊，姓死。好，看看。爱新觉罗阿鼻，太狠了啊！哎，这个就歪轴太面了，这个歪轴。哎，把这个蝙蝠攒一起，一顿擒擒手。一会儿那个火龙，我感觉应该好打啊。咱们这个技能，哎，别的都不怕，就别的都怕，就不怕体型大的。这种体型大的，你知道什么意思吧？啊？故宫也不是清朝的，故宫怎么不是清朝的啊？你们肯定会说是人家明朝的，那个明朝在李自成那个时候就已经把那个故宫霍霍的脑瓜子嗡嗡的了啊，就完全都已经霍霍了。那个故宫是完全是后建的，当然呢，咱们叫故宫了，那肯定就不是清朝的了啊。如果你叫故宫的话，那就是咱们新中国成立了之后，很多地方都是后修的啊，很多地方都是后修的啊。你要说那个完全那肯定那什么啊，咱们新中国成立之后后修了是有的啊。好，看看，哎呦我去，这个哈多肯这么厉害的，我说这个哈多肯，我去，哈多肯，克里斯波，拳皇96里面克劳萨啊，拳皇96里面那个克劳萨，克里斯波，对吧？很像啊，有点东西的啊。那个李自成都把那个北京那个当时的明朝的那个皇宫都烧的脑瓜嗡嗡的了，也没法说了啊。这个咱就该说不说了啊。不是装修了，其实他跟这个，那你要这么说，那你要这么说，那北京那还是人家当时燕国的呢，那还是人周朝的呢。我家的地方，你修了个房子就是你家的了啊。那你要这么说，那咱不降啊，咱不降好不好啊？你这非得降啊？那你说啊，那你修了个房啊，你装修一下就是你家了。好，那你要这么说，那这块地是我的，对吧？你盖了个房子，你就说是你家的。那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对吧？那你是吧？你要既然这么说，咱可不杠啊，咱可得把咱就圆润一点，把这话说到底一点，好吧啊？对不对？那都是华夏的啊，都是华夏的，对不对？那你要这么说，那就没法说了啊。好。看看接下来啊，这个小音乐就是那个鼓点，你看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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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对呀，那你要这么说谁也不是，但是呢，相反啊，我也是有点犟啊，在这里呢，我还是说声道歉啊，这个我这也是犟了，但是咱该说不说呢？为啥说是清朝的呢？因为它这个翻修的有点大啊，就基本上相当于完全给翻修了，对吧？它完全就给翻修了。就不是说像那种简简单单给你装个修改个名字什么的，对吧？名字它都不用改，有很多名字都不改，但是呢，确实是啊，就是改动太大了，就相当于完全重建了啊，相当于完全重建。所以说你说是清朝的是不为过的，知道吧？这个事儿啊。好，看看，丢，这唐僧变成大蝎子，感觉就清蒸啊，绝对很好吃啊，对不对？肯定很好吃。感谢刚才我们的净利鱼赠送了一手办卡。好，来看看，一顿拍，感觉这个鱼，哎，这个鱼发那个后的时候，这个，哎，它那个身子还往前，哎，弓一下啊，还往前弓一下，非常的屌啊！哎呦我去，感觉这
正常按理说是水克火呀，兄弟们，正常咱们是水克火，怎么感觉那么不疼呢？对不对？磕头鱼。好，一个拍，感觉打血太少啊，打血啊！满族就没有什么族长的说了啊！你现在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子民，怎么就是什么满族子民呢？满汉都是一家亲的，你像满清大多数也都被汉化了。咱这个事儿吧，就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些传统啊，咱们也是改掉不少了，有很多地方都是经过岁月的洗礼啊，都改掉了啊。好，看看大幻魔，这大幻魔血量没那么多啊，你看这个版本啊，宝贝儿，其实就是这么多血。好的，我们遁入幻境啊，谁让我们是水属性的呢？怎么说？先练一个大元神啊，照射镜，照射镜，更，还有那个冰扇啊，还有冰扇，哎，一个冰，深井冰。现在哪有八旗制度这个事儿了？没有这个八旗制度了啊！直接撇死了，这也太疼了。幻魔还好点，这个大幻魔感完全不经打呀！这大幻魔啊，真的不经打。好了，等他血没有了之后，唐僧从里面爬出来啊！好，你在哪儿？他从哪儿爬出来？身上穿的锦蓝袈裟。哎，为什么不站起来呀？师傅一点牌面都没有啊！好，落入血盆大口。然后我们看，哎，你们看不看见？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个唐僧啊？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就是牵马的是小龙女？咱就不说这为什么莫名其妙多一个女的来取经，我不知道。那为什么小龙女她是牵马的呢？精神病啊！好，那我们看看最后啊，这个金鱼精啊，它的解释是什么？啊，就是没有解释。金鱼精的解释好，历经7749洞后，终于得到东海龙王的重用，成为龙王的得力左右手。人家是观音菩萨的，对吧？宠物，给你那个龙王当助手，真是服了啊！好，那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大家会喜欢我狼解说，可以点击屏幕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狼。我们下期再见吧。